最近有好多人催我骑士技能搭配，哈哈，虽然我也玩骑士，但我不是主玩骑士的，所以这里我就简单讲解一下2转、3转以及4转骑士的各个流派，以及整体的游玩体验好了。至于强度和更具体的技能搭配以及顺序，需要大家自己测试，或者也可以在 YT 上搜微笑，你可以在他的频道很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流派的强度，而不是看我纸上谈兵。虽然骑士博主有很多，但是从零开始教你玩骑士的优质大大不多见。我每期视频都会手动打字幕，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开字幕观看。大家抽技能的话，优先抽核心，也就是主要造成输出的技能，或者说是单个技能造成的伤害超过总伤害的40%。平民拿神话，克劳拿不朽。先从2转和3转开始说好了。骑士3转只有碎星斩一个战绩是有用的，剩下全是废物，所以玩家在进入泽之国这9之前，建议把所有常规池子都抽完，剩下的高级技能抽可自选留着抽3转的碎星斩。泽国骑士主要是2个流派，格挡流主要以矢量回弹和碎星斩为核心，只有2转的骑士可以用超重击代替碎星斩。格挡流的重点是满格挡，所以如果需要，凑100%格挡率。如果你是主升矢量回弹，那么大多数威胁来自 BOSS， 你需要更多的抗伤技能，比如水遁或者加倍凤环，提升超重击或者碎星斩的伤害。如果你主升碎星斩，那么你需要更多的防御去降低小怪的伤害，或者携带冲撞快速清理小怪。玩格挡流几乎必带的另一个战绩就是鼓舞，因为矢量回弹是根据受伤次数进行反击的，所以鼓舞附带的固定增伤是打伤害的关键，因为每一段反弹伤害都能附带这个固定增伤。格挡流属于多段少量伤害，所以不是那么追求高会心率。提升会心率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超重击或者碎星斩的伤害。扎顿是元素流骑士的选择，核心是护盾战技和扎顿秘法，无论零氪或者氪金玩家都可以带3株增加伤害。不过克劳依然建议晨曦天使。水月是为了防止打不到远程怪物，也可以使用嘲讽代替。扎顿很吃会心，因为扎顿触发的频率是有限的，毕竟骑士没那么多回血技能。这个时候的骑士精通不高，所以玩扎顿带碎星斩也是没问题的，为的是清理 BOSS。辅助流主要是打副本和混沌，不属于流派，但是值得讨论。毕竟你没法用辅助搭配打主线，不要参考我这里的顺序。实际上自己搭配的时候，记得鼓舞放第一位。SU 赛季之前怪物伤害都不高，所以你可以以增伤为主。如果队伍有贤者，那可以带个嘲讽，剩下全是增伤技能。很多玩家会希望骑士在打副本的时候带矢量回弹或者扎盾，但是我并不建议，因为没伤害，没意义。当然，超级大佬随意，毕竟超级齐了，士大人带吸血秘法都能带人机单刷黄泉炼狱的情况，我也不是没见过。4转增加了2个主要流派，光骑和水骑。格挡流的核心在2转就成型了，所以4转主要是多了格挡减伤的秘法。玩格挡流的玩家，记得在3转之前就尽可能多抽技能。
扎顿流在4转多了一个伤害转化护盾的战绩，水舞，水元素增伤，冷冽以及增加护盾量，圣灵，这3个秘法进一步提升了扎顿玩家的体验，依然以彗星为主。毕竟选择鼓舞的增伤也只有20%左右，选择彗星的话可以直接提升50%的伤害。水舞和守护之环可以让你在每回合都有护盾，是必须携带的。辅助的话没太大变化，不过进了 S2 以后以提供防护为主。龙国怪物伤害高，并且大多数 BOSS 群伤很猛，具体去黄泉的噩梦和炼狱体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没有贤者的队伍可以考虑命魂守护。光旗很有意思，没有一个所谓的核心技能，意思是你的伤害不会出现50%以上，都是由一个技能打出来的情况。光旗最帅的技能就是剑阵和换刃，玩光旗不带这2个战绩属于白玩了。剑阵可以触发4段，每一段都是群伤，并且可以触发剑锋和悲悯，所以我通常会带上这2个秘法。剩下2个战绩其实可以自由搭，喜欢彗星的带战役，扛不住带湖光和水盾都可以，副本中可以带鼓舞。我自己会带牵制打伤害的同时，带钢铁信念减伤，或者乘胜追击增加伤害。水旗很有意思，很多人都玩，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核心技能的流派。由于主要是依赖寒冷提升伤害，所以可以考虑主升冷冽，可以选择守护加以守为攻扎盾的组合，也可以选择水舞加炸盾的组合，取决于自己打的是什么敌人。最后说一下反射装甲，有超多人问我能不能搭配命魂守护，其实不能的，哈哈。技能介绍都写得很清楚了，是个废物技能。目前我整体玩下来的话，扎盾的强度是比较高的，格挡流的适用范围是最广的，水骑是大多数普通玩家都很喜爱的，以及光骑是最帅的。刚刚的技能展示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强度其实都差不多的。我自己玩的是光骑，也希望大家玩自己喜欢的流派和选择技能搭配。那么有关骑士技能推荐的攻略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搭配建议或者疑惑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也欢迎骑士大佬分享自己的搭配以及解答疑问。谢谢。